请留步。我说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吗？我们要去西陵呢。我知道，可我2位小师弟此刻正在西陵，我来就是不让你去。李妈妈，今天是啥日子你知道吗？这可是天女的命令，我不能违背。你要去光明会是小事，但你想动我的小师弟们，那便是大事。我让你死，是大事还是小事呢？你呀，太弱了！主督，但前辈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没事没事。原来你也是书院的人。我们做局，自然得有要用的事。如果说这个局是你们书院做的，那未免也太普通了。俺跟你说，就凭你这个毫无修为的人，还想留住俺，做梦！为什么留不住你？我们等的只不过是一个时机。等死吧！我就是局，我等的就是你杀我的时机。你猜猜这把剑，我还有多少把？我们撤吧。朝小叔，别睡，别睡，起来！啊！两只老蚂蚁，可惜了这1000年的修为。
叶红宇，守住你的本心。他的命是我的。对，总比别人杀了强。笑话！这里是桃山，别痴心妄想。天女此时此刻看着你们呢。光明不灭，光明不灭，正道永存，正道永存。睡得好。桑桑，我知道是你的力量。堂堂西陵掌教，心心念念的光明神辉，居然落在我们小师弟的身上。我看你们今天怎么和我们打？居然利用本命关系，借助我的力量，休想！谢谢，桑桑。每次都会忘记姨妈要来，总是莫名烦躁，想和少爷吵架。用美柚 APP 啊，准确预测经期，我们墨池院的姐妹们都在用。真的吗？还有这等神器啊！美柚，两亿女生在用的经期预测 APP。给少爷留条活路吧，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。没想到，还有和你站在一起的时候。别想太多了，我只不过是为观主而来。叶红宇，离开西陵吧。
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有看明白。你休要动摇我的道心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一直想知道的秘密。那个人是熊出没。不信？是为夫子他老人家的一份承诺。不惧，不惧，只恨。何恨？恨不能与柯浩然对剑，与连生同舞；恨不能生于1000年之前，与光明战于荒原，与夫子同时代。前者已逝，后者未至。我欲拔剑向天，你既来到人间，我又怎能不来？平伏汉术谈何意？我与人间全无敌，不与天战，与谁战？你输了。是你败了。输了，疯子！这就是你们书院计划的一切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而我就是这天。书院要做的就是算天，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赌。我赌你还记得？我赌你不敢让我靠近，因为你就是我的本命物。你看看他们，现在你拿谁的命在赌？既然我选择来了桃山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后退。今天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所在乎的一切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就是你与天斗的下场。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。如果能让这世间更好一点，死又何惧？死心吧。燃烧！
谢老师。谢老师。又是这该死的月亮！我告诉你，你是不会赢的，因为人间也有人间的底蕴。小师弟，去吧。皮皮就交给你了。抄小叔废掉修为，以身藏剑，杀死9图屠夫，阻止他们2人来西陵。这是书院计划的重要环节。抄二哥和大师兄成功了，现在我要去做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带桑桑回家。不，是把天女留在人间。少爷，少爷，桑桑，少爷，桑桑，离家出走有趣吗？啊！第一次我当你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现在也不小了，怎么还不懂事？啊！少爷，桑桑，少爷，我在这儿。少爷，你看看我。你知道现在老比斋有多脏吗？桌子上的灰比灶里的还要多。少爷，只知道玩。这个破庙里的老比斋啊，我就不信这儿的胭脂粉能有14香的好吗？啊，我就不信这儿的陈锦记能有14香的好吗？桑桑，少爷，我回家。好，少爷，你等等我。来，你给我出来！为什么连面都不敢露？你是不是心虚？难道你真的要跟我分那些家产？把剑和马车还给我，自己把大黑伞、大黑马留下。你倒是把这些家产分得清清楚楚，那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？好，我现在不跟你说我同不同意，我们就来说分家产。既然要分，我们就分得彻底一些。老比斋的银票，你的一半我给你埋进了坟里。雁鸣湖庄园的地契，我也写上了你的名字。赌场里面的谷子，我也全部送给了你的爹妈。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分家。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家。那些财产的处置都是按遗产算。但既然你现在活着，那些处置自然就失效。你把你拿走的东西还给我，
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把大黑伞还给我，把大黑马也还给我，把你自己也还给我。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听窗外风雨俱被小丑躲开怀。我知道很多事情你都已经忘了，我没有忘，但有些事情你一定记得，不然你也不会让酒徒把剑和马车给我还回来。我现在才想起来，你为什么要在这西陵召开这场光明会？因为你要杀皮皮，但你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对你说过，我们欠他一条命。我记得，就算没有这场天启，我们的关系也一直都在。就算你现在屏蔽了我的感知，也一样存在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和海。听窗外风雨俱被小丑躲开怀。尽头的苦衷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将来。在这儿呢，少爷，为你嫂嫂在这儿。我不怕陪你跨越山和海，听窗外风雨俱被小丑躲开怀。尽头的苦衷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。原来你在这儿。你确实变了很多，变高了，变白了。但我知道你就是桑桑，就像你现在脸上就算涂了3层脂肪，但你的脸依然是黑的，因为这是天生的，是冥冥中注定的。你是天女，也是冥女，就像你我的关系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你怎么可能单方面的做出切割？这里只有天女，没有桑桑。跟我回家吧。那些事情我永远没办法忘记，
那年在河北道，饥民们自相残杀，父母易子而死。我虽然活了下来，但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份子。要不是在尸体堆里刨出了你，我不知道我一个人会活成什么样子。所以，不仅仅是我救了你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你救了我。你是我在岷山，在荒原，无恶不作的时候，能够找到唯一光明的理由。是的，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，背上的你，就是唯一的光明。你甚至是我曾经活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理由。果然天人相隔，你变了很多，有很多事情也应该忘记了吧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。你是客观永恒的存在，而人类只是时间旅途的匆匆过客。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而且必然有终结的一天，很容易陷入虚无的路数。最后能让我们坚定地走完每一天的理由，不外乎是情感，或者是在精神上更强大的东西。如果仔细去分析，往往会发现，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。回忆的越多，情感便越浓烈，越长久。我现在不想和你回忆那些年的事情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们两个拥有谁都无法比拟的回忆。所以，你不能离开我，我也不能离开你。就像我曾经说过，你是我的命，所以我来找你，我要带你回去。桑桑已经死了。我以前也以为他死了，但我自从见到了大黑马车，我相信他活着，而且我时刻能够感受到他就在这儿。少爷，我就在这儿。他本来可以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归天国，却被你羁绊住了。少爷，因为父子的人间之力，因为我是你的本命窝，就是这讨厌的本命关系，让我无法回归天国。桑桑不仅是我的本命，他根本就是我的命。我要你解除这段本命关系，那等于要了我的命。你听见了吗？少爷他不会放弃的，因为他是我的命。桑桑，跟我走吧。你跟他走吧。既然你不愿意解除这段本命关系，那就臣服于我。我不是你的子民，我凭什么要臣服于你？赐你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有啥意思？没人爱行吗？活在黑暗之中更是无趣。世间每一次死亡都是久别重逢，只要你臣服于我，那么死后自然和我永远在一起。我要你解除这段肮脏的本命关系。你发现自己无法斩断这段尘缘，所以你希望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做，但是我永远不会。你不是很傲慢吗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谈判？是喜欢我吗？还是害怕我？我讨厌你记得的那些经历，念在你对我足够敬爱的份上，所以我饶恕你。敬爱？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！
那年在德胜居，你躲在我背后和九江双征，你喝得很开心，甚至把隆庆都给忘了。当年的隆庆要我把你转赠给他，我怎么说的？你长得很美，就不要想得太美。虽然你现在变白了，也变美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那句话：你既然长得很美，就不要想得太美。在过往的人生里，我对你的不是敬爱，而是疼爱。你就是我的一部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是一个很怕死的人。那你也应该记得，我怕有些事情胜过生死。什么事？比如你，比如我与你的关系。所以，哪怕会被我杀死，你也不愿意臣服于我。事实上，我不认为你会杀了我，所以我才有了站在你面前的勇气。我为什么不会杀了你？因为你是我的本命，我死，你也会死。天女永远不会死，但是会被洗白。一个新生的天女，还会是原来的天女吗？你已经不在天上，身上已经有了人间的记忆，你身上已经布满了人间的尘埃与气息，那你便存在，那你就是生命。只要是生命，都不愿意去死，更不愿意失去自我，所以我们只能同生，或者共死。所以你不敢来都城，你不敢杀我，甚至你都不敢见我。与我一道永生，有何不可？这算什么？我要的在一起不是这种在一起，我要的是两个独立的人在一起。跟我回都城，我们回老比斋，跟我一起回去过日子。所有的人都该臣服于我。我不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早在热海畔那一晚，你就已经把自己许给了我。少爷，一把刀，保护桑桑睡得好。我有两把把刀，斩尽山中草。我有三把刀，铲平世间不平事。没有本命物能够拒绝修行者的命令，这或许是你们书院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点。但我是天女，没有任何一人能够影响我的意志。
你把我千刀万剐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不停地想你，想你给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洗澡、梳小辫儿。够了！春去秋来，昙花谢花开。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这场梦像一只鸟，飞不过沧海，害怕天亮之后记忆是空白。就算爱是最微弱的存在，把所有阴霾都驱散，谁在为谁等待？谁又任性责怪？时光匆匆，何去又何来？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和海。听窗外风雨俱被小丑多开怀，满倾吐的苦衷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将来。春去秋来，昙花谢花开。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若这场梦像一只鸟，飞不过沧海，害怕天亮之后记忆是空白。我不愿为你跌进尘埃，我不怕陪你跨越山和海。听窗外风雨俱被小丑多开怀，用倾吐的苦衷，谁又能明白？任时光飞快，用一生等待，不为过去和